开 DC 后，在文件的款式库里有很多各种各样款式的衣服，拖动滑块可以快速查看。在其中选择一款来做今天的练习。这是一个女士外套，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文件呢是由3件服装构成的，上衣、裤子和外套。那它们分别在3个层里面，我们用层前的小眼睛的打开和关闭，可以查看它们每一件衣服分别在哪一个层里。那我们选择到外套的这个层，在一般选择模式下，用选择工具框选择所有的裁片，在右侧的面料窗口当中，可以对当前选择的裁片做面料的编辑。面料一共分为3种类型的贴图，有面料、质感和反光效果3种贴图。面料窗口中点击这里的小加号，可以选择电脑中的面料贴图，就在面料的窗口中来选择添加。质感贴图就在质感窗口中选择添加，同样反光贴图也是。添加后之后，点击就可以把它应用在我们选择的裁片上。那质感的贴图下面还有一个这个深度的数值可以调节，那面料质感的强弱可以在这里设定。反光贴图呢是面料表面反光效果的表现。小框框上面的这个叉号就可以把刚刚添加的贴图删掉。面料贴图呢有一个主的和3个副的，那我们给这个主面料的窗口里面先加上一种面料，然后添加我们电脑当中的贴花或者蕾丝等贴图素材，那是 PNG 格式的图片，然后把它们添加到下面这3个副面料窗口当中的任意一个里面。我们把画面放大，可以看到这时我们刚刚添加的这个透明图片素材呢是附加在上面的。同样也可以做位置、大小还有角度的编辑。点击这里的调色盘，可以对它做一个颜色的变换，再把它们清除掉，再重新给底色上一个纯色。那在面料的这个窗口里面往下拉有一个 shader 可以做设定，那这里有很多的参数，拖动这里的滑块可以改变参数，调整 shader 的效果。那这个下拉菜单打开，里面有一些设定保存好的几种常用的面料的shader数值，可以直接选择来使用。那如果我们有使用面料扫描机的话呢，那我们可以通过面料扫描机获得主面料素材。那在这里点这个导入，我们可以直接选择从 MTM 系统上下载下来的面料素材的这个文件夹，那么它会自动把这个文件夹里面的面料、质感和反光效果的3张贴图以及它的尺寸、真实尺寸比例导入进来，添加到我们选择的衣服上。
完成了面料的设定之后呢，下面做装饰线。那我们要在2D 里面选择线，可以在这里把其他的可选项关掉，只留取一个线的可选。然后按住 Shift 键多选来选择我们衣服的下轮廓线。那这时在右侧的 Slide 窗口里面就可以看到它自动被切换到了这个装饰线的这个分页当中。那直接点选下面的图片素材，可以在这些被我们选择的线上面增加装饰线。那也可以点击这个加号来选择电脑当中的其他的装饰线的素材来使用。那下面可以对这个装饰线做一些细节的调整，比如说它的宽度啊，还有它的距离、高度等等。当然它的颜色也是可以做自由的变换的。点击这个调色盘，可以选择任意喜欢的颜色，确定就可以了。纽扣的制作，同样的，我们在2D 当中可以把先打开点的选择工具，可以选择到我们设定纽扣的点，然后按这里的小加号，可以打开我们的素材库，在里面选择想要的纽扣的图片素材，直接点击就可以添加到我们刚刚选择的点上。那这里对纽扣也是可以有很多细节的编辑，比如说它的厚度，还有大小、高度及位置。和角度。那同样纽扣的颜色呢，也是可以在这里再做一个自由的设定的。选择这里的调色盘，可以选择指定任意的颜色来改变纽扣的颜色。这里的吸管工具，打开它，我们可以点击画面上面任何的位置来吸取那个位置上的颜色。那比如说我们想让纽扣和衣服的面料是同一个颜色的话，就可以点击面料衣服上面的这个位置，来让纽扣的颜色变成和衣服一样的颜色。同样这个厚度侧面的纽扣侧面的这个颜色呢，也是可以做这样的一个设定。那设定好一个纽扣之后呢，我们可以用快捷键 Alt+C 复制它的面料的设定，然后用 Alt+V 来粘贴到另一个扣子上，这样就不需要每一个都来做一次重复的设定了。